2204，由爱死机团队亲自操刀的战锤 40K 动画短片《无所畏惧》终于在网线上映。本系列一共有8个剧集，每个都改编自畅销游戏，尤其是战锤短片，据说短片上映仅30分钟，就在全球拿下了3个亿的点击。好家伙，不愧是战锤系列，花姐第一时间就搞到了资源。今天就让我们抽几分钟研究一下，绝对的忠诚到底是不是绝对的不忠诚。故事要从一次特殊的清剿任务说起。灯火通明的教堂中，一支正在休整的阿斯塔特小队接到了一个清剿的任务，总部要求小队前往8光年外的霍拉拉拉布拉多埃拉布拉星球执行对异教者的清理。他们不仅要摧毁异教者的营地，还要安装远程锚点，为舰队远程打击做好准备。然而，即使知道这次清剿任务的等级是必死无疑，小队的队长却依旧没有丝毫犹豫，只因他们是帝皇最忠诚的战士。从第30个千年开始，阿斯塔特就跟随帝皇征战银河。在过去的几十个千年中，阿斯塔特脚踢异族，拳打异教者，这个宇宙就没有他们攻不下来的星球。如果有，那就再来一个军团。这是一个黑暗千年，唯有无尽的杀戮和战争。参与此次任务的一共有4位队员，他们分别是队长梅陶罗、队员艾卡伦和勒凡图斯以及未来的战神泰图斯。穿戴好装备，小队很快来到了目标星域。在确定坐标没有问题后，小队乘坐登陆舱降落到了星球上。看着从天而降的登陆舱，异族的军队很快发出了警报，士兵们拿起武器，做好了迎战的准备。然而异族们不知道，他们面对的将是银河系中最强战力。厮杀很快开始，潮水般的异族大军驾驶着战车涌入峡谷，看到敌人只有4个，异族们还以为敌人是来送死的。然而当先头部队抵达，迎接他们的却是阿斯塔特的炮火。不到10分钟，先头的异族就被小队清理干净。4个阿斯塔特战士宛如战神，一路所向披靡。而阿斯塔特的战士之所以这么凶残，是因为战士们都经过基因改造，他们在年幼时就被植入强大的基因。为了让战士们在战斗的过程中不受影响，他们甚至有2个心脏负责供血，3个肺用来呼吸。在强大的基因技术和战甲的帮助下，每一个阿斯塔特的战士都力大如牛，可以轻松捏碎头骨。看着凶残的阿斯塔特，异族们启动了战车，试图使用武器来消灭入侵的敌人。然而他们还是太低估阿斯塔特的战甲，泰图斯只是一个冲击，战车就被粉碎。看着凶残的阿斯塔特战士，异族们早已经没了战斗下去的勇气，他们纷纷丢下武器，四散奔逃。小队并没有追击，而是向着目标区域赶去。穿过长长的峡谷，小队来到了一座废弃的遗迹附近，这里有着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。根据情报显示，异族的首领就躲藏在里面。队长一声令下，小队跳入深坑。然而刚刚落地，他们就遭到了异族的抵抗。这里的异族明显比地面的异族还要强大，可在阿斯塔特面前，他们依旧是小卡拉米。在队员们的配合下，下方的异族也很快被清理干净。穿过幽暗的走廊，小队来到了异族的神殿核心。这里有着宏伟的建筑以及一道高达100米的巨大石门。随着巨门缓缓打开，神殿中的神像赫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队长打开随身携带的铁盒，里面不仅有锚点装置，还有一个星语者。所谓的星语者是帝皇在2025年征服地球最后几个月创造出来的灵能者，他们不仅可以进行星际通讯，还能使用灵能抵挡亚空间的诱惑。星语者虔诚地跪在地上，念出了让亚空间黑暗魔神都恐惧的咒语。随着锚点开始启动，
星宇者和小队的周围出现了一道粉红色的立场，这道立场可以帮助小队抵御来自亚空间的精神攻击。然而就在锚点发射坐标的时候，神像中央的圆环却缓缓打开，一头来自亚空间的异族出现在了战场上。这头异族竟然拥有控制时间的能力，它只是挥动翅膀，周围的空间就被凝固。倒霉的星宇者被异族当场斩杀。没有星宇者的立场，小队就无法抵挡精神攻击。看着强大的异族，阿斯塔特依旧没有退缩，大家拿出武器准备反击。可谁知异族却将他们禁锢起来。他来到一个队员身旁，使用精神能力攻击了战士的精神世界。仅是眨眼的功夫，两个无所畏惧的战士就倒在了血泊之中。异族神来到了队长身旁，然而在队长的脑海中，他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：一个没有恐惧、没有感情，只知道杀戮的战士在战场上无情的厮杀。起初，异族神以为这个战士就是队长本人，在强大的精神攻击下，队长也倒在了地上。然而，就在异族神入侵泰图斯的大脑时，他却惊恐地发现，队长脑海里的那个战士，竟然就是眼前的泰图斯。反应过来的异族神还想加大精神攻击，可对于没有恐惧的泰图斯来说，这样的攻击根本没用。泰图斯拿出匕首，一刀结果了异族神。异族神倒下的瞬间，周围的空间也恢复正常。锚点将坐标发射到了战舰，接收到坐标的战舰启动了远程武器。泰图斯拖着受伤的队长回到了地面。队长自知命不久矣，想让泰图斯赶快撤退，可他却忘记了阿斯塔特不会后退。以上就是2024爱死机打造的战锤短片无所畏惧的全部内容。整体来看，短片的质量非常不错。据说战锤系列已经有团队开始打磨剧本了，也许再过不久，战锤系列的影视作品就会问世。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可以期待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